多听书没坏处。大家好，这里是纸上清风。今天要讲的《星》发表于1914年，是夏目漱石晚年的代表作，也是日本近代重要的心理小说之一。他写孤独，也写信任、背叛与自我惩罚。我们今天就用30分钟讲完这部作品。故事发生在明治末年的镰仓海边。收家里，一个在东京读大学的年轻学生收到同学来信，便凑了些钱赶来一起游泳。可他到达还不到3天，同学就接到家中的电报，只能提前返乡。离学校开课还有一段时间，学生不愿马上回东京，于是独自留在原来的住处，每天到海边消磨时光。那时的镰仓已经是热闹的避暑地，沙滩上挤满了从城市来的人，海面上到处都是游泳者的脑袋。学生谁也不认识，却并不觉得无聊。他白天泡在海里，累了就躺在沙滩上，看着周围的人来来往往。有一天，他在海边的挂茶屋里注意到一个年长男子，那人穿着白色夏季和服，戴着眼镜，身边还站着一个西洋人。西洋人很快离开了。随后男子接连几天都在同一时刻独自出现，他不和任何人交谈，游完泳便安静离开。周围再热闹，似乎也和他没有关系。几天后，男子从海里回来，抖落浴衣上的沙子时，不慎把眼镜碰进木板缝隙，学生立刻俯身替他捡了出来。男子接过眼镜，只说了一声谢谢。第二天，学生看见他下海，也跟着游了出去。两个人一直游到离岸很远的地方，周围只剩海水和阳光。男子仰面浮在水上，学生也学着他的样子躺下。就这样，两个人终于说上了话。学生后来一直称这个人为先生，他不知道先生的本名，只觉得这2个字最适合他。先生受过很好的教育，说话沉静，见识也深，却总有一种拒人于外的冷淡。学生越接近他，越感觉这个人身上藏着什么。先生并不讨厌学生，先生并不排斥学生，但只要学生问起他的过去，他便会立刻沉默，或者把话题岔开。暑假结束以后，学生回到东京，起初他被新学期的生活吸引，暂时忘了先生。1个月后，日子重新变得空落，他又想起镰仓海上的那个男人，便按照留下的地址登门拜访。第一次去，先生不在；第二次去，仍然不在。接待学生的是先生的妻子静。他告诉学生，先生每个月到了这一天，都会独自去杂司谷墓地献花，而且刚走不久。学生出了门，越想越好奇，索性转身追往墓地。杂司谷十分安静，学生沿着种有枫树的宽路向里走，看见先生刚从一间茶店出来。他远远喊了一声先生，先生立刻停住脚步，连问2次，你怎么来了？那声音并不严厉，脸上却掠过明显的不安。先生先问学生是不是跟踪自己，又追问静有没有说出墓主人的名字。得知静什么也没说，他才稍稍放松。学生问他来祭拜谁，先生只回答是一位朋友。2个人并肩往外走，学生随口评论墓碑的形状。先生忽然说，你还没有认真想过死亡这件事。走到一棵高大的银杏树下，先生告诉他，再过些日子，树叶会把地面铺成金色，因为自己每个月都会从这里经过。可无论学生怎么追问，他都不肯说墓里的人究竟是谁。从那以后，学生每个月都会去先生家2、3次。先生有时问他，为什么总往自己这里跑？学生说不出理由。先生说，自己是个寂寞的人，也许年轻的学生同样寂寞，只是年轻人无法安静承受，总想走出去，撞上某个能够回应自己的人。学生越来越敬重先生，他觉得课堂上的知识远不如先生几句话有分量。可先生从不接受这种推崇，他没有工作，很少和过去的同学往来，明明有学问，却整天待在家中读书思考。学生替他惋惜，先生却说，像自己这样的人没有资格走到社会上做事。先生对金钱也有一种异乎寻常的警觉。有一次2个人在郊外散步，先生忽然问学生家里有多少田地和财产，又提醒他父亲还健在时就该把将来的安排说清楚。学生觉得这种话太现实，先生却说，任何看上去正直的人，一旦站到金钱面前，都可能突然变坏。他说得十分激动，仿佛眼前并不是学生家的财产，
而是多年前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旧事。静也不知道丈夫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，她和先生感情很好，先生叫她名字时语气温和，两个人偶尔一起看戏、听音乐，也会短途旅行。可先生有时会突然沉默，或者因为一些他无法理解的事情发脾气。静多次问他是不是自己哪里做错了，先生总说错不在他，错全在自己。学生有一次到先生家门口，正好听见夫妻二人在屋里争执，静似乎哭了，先生的声音也比平时高。学生没有进去，悄悄返回住处。没过多久，先生却亲自来找他散步，只承认当时静误解了自己，却不肯说明误解的是什么。他说如果自己真是妻子想象中的那种人，也许反而不会这么痛苦。学生听得更糊涂了。有一次先生外出，把学生请来陪静看家。谈到先生年轻时的变化，静迟疑许久，终于透露，先生读大学时有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，那个人在毕业前突然非正常死亡，从那以后先生便一点点变成了现在的样子。学生立刻想到砸死骨的墓，问墓里是不是那位朋友。竟没有正面回答，只说自己也不知道那个人为什么死，更不知道先生为什么把一切都藏起来。学生曾提出陪先生一起扫墓，先生立刻拒绝。他说自己有一个不能说的理由，不愿让任何人同行，连静也不行。后来两个人散步时，先生又突然说恋爱是罪恶。学生追问原因，他却只说将来总会明白。紧接着他又问学生知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每月去祭拜那个朋友。学生当然不知道，先生欲言又止，最后不再提这个话题。这种若即若离的态度没有让学生离开，反而让他更想知道真相。他渐渐相信先生那些冷峻的看法并不是坐在书房里想出来的，而是被某件真实的事情烧过以后留下的痕迹。随着毕业临近，学生担心自己回乡以后先生又会闭口不谈。临走前，他想把那些含糊的警告问个明白。终于当面逼问先生，他说自己在意的不是几句抽象道理，而是这些道理背后的经历。先生如果只肯谈想法，却不肯讲过去，就像交给他一具没有灵魂的空壳。先生听完脸色发白，他问学生是不是真的愿意听一个人的全部过去，哪怕那过去需要被揭开被审视。学生说自己只是认真的想从人生中得到一点真实经验。先生沉默许久才说自己因为过去的事情总忍不住怀疑别人，可他不愿再怀疑眼前这个年轻人，他希望在死前至少能真正相信一个人。只要学生愿意成为那个人，他就会在合适的时候把过去全部讲出来。毕业那天，先生和静请学生吃饭，静问他以后做教师还是做官，学生自己也没有答案。谈话间，先生忽然问静，他们两个人将来谁会先死，又说如果自己先走，就把房子和财产留给他。静只当丈夫又在说不吉利的玩笑，学生也没有放在心上。离开时，他告诉先生自己要回乡陪父母，秋天再来东京。学生的父亲早有严重的肾病，学生刚回到家时，父亲还能下床走动，还兴奋地拿着儿子的毕业证书给亲友看。他认为儿子大学毕业就该立刻在东京找到体面的职位。母亲也把希望放在先生身上，以为这个被儿子反复提起的先生一定能替他安排前途。学生却知道先生自己都不愿进入社会，更不会替别人奔走求职。不过在家人的催促下，他还是写了一封信，请先生留意东京有没有合适的位置。信寄出以后一直没有回音，父亲无法理解儿子的迟疑。在他的想象里，大学毕业就该自然换来职位和收入，学生却知道东京并没有这样的保证，父子谈话常常说不到一起。学生一面觉得父亲的期待不切实际，一面又看见老人因为自己的毕业而满脸骄傲，不忍把话说得太重。不久，明知天皇病重的消息传遍全国，学生家原本准备举行的毕业宴也取消了。7月30日，天皇去世，时代改元，乡下的父亲每天戴着眼镜读报，嘴里谈着国家大事，身体却一天比一天虚弱。
入秋以后，父亲突然恶化，医生要求他绝对卧床。哥哥从九州赶回来，亲戚也陆续到家中探望。父亲有时十分清醒，甚至计划病好以后再去一次东京，有时又拉着学生的手，嘱咐他将来照顾母亲。家里人每天都觉得死亡已经到了门口，可父亲又一次次撑过当天。这种反复让全家始终无法做出准备。父亲精神稍好，众人便跟着谈笑，仿佛病情正在退去。等他重新昏沉，屋里又立刻安静下来。学生既不敢相信好转，也不敢把每一次衰弱都当成最后时刻，只能被困在病床旁边，等一个谁也说不准的结果。就在这段时间，报纸刊出了乃木希典在明治天皇大丧之日殉死的消息。父亲最先看见，连声说出了大事。几天后，一封电报从东京送到学生手中。先生问他能不能立刻来一趟，母亲以为这是工作有了着落，学生却觉得事情不对。可父亲已经病危，他无论如何不能这时离家，只能回电说明情况，又补寄一封信，把父亲的病情详细写清。先生很快发来第二封电报，只说既然如此就不必来了。学生更加疑惑，却没有精力追问。父亲开始昏睡，食量越来越少，连最喜欢的报纸也不再拿起。家人轮流守在床边，谁都不敢睡沉。学生一边替父亲换水枕和冰袋，一边等着那个不知道会在什么时候到来的结局。一天，哥哥拿来一封沉甸甸的挂号信，信封不是普通大小，里面塞着厚厚一叠写满字的纸，背面是先生的名字。学生当时正守着父亲，无法立刻拆开，只能先把信放进怀里。那天父亲的情况尤其不好，他偶尔睁眼，已经认不清床边围着的是谁，只能等母亲一个个报出名字，再缓慢点头。学生摸着怀中的信，几次想起身，又怕自己离开了片刻，父亲便停止呼吸，只好继续坐在床边。等父亲再次昏睡，他才回到自己的房间拆信。开头写着，先生终于获得了讲出过去的自由。原本答应当面告诉学生的话，如今只能写下来，因为再等下去，这个机会就会永远消失。学生刚读一页，便听见病房那边有人走动。他担心父亲随时会断气，也担心先生突然寄来这么长的信另有原因，于是快速翻到最后，末尾的一句话让他浑身发冷。等这封信送到时，先生多半已经不在人世了。学生立刻去找医生，想问父亲还能支撑多久，医生却不在家。他又查出最近一班去东京的火车，最终他没有等父亲咽下最后一口气，而是在车站写信给母亲和哥哥，请他们原谅自己的突然离开。随后登上3等车厢，火车向东京驶去。学生没有向家人当面告别，只托车夫把留在车站的2封说明送回家。父亲还躺在乡下的病床上，先生的生死也无法确定。车轮不断撞击铁轨，像在催他赶往一个已经太迟的地方。学生坐在摇晃的车厢里，展开那叠纸，从第一页重新读起。先生在信中写道，他还不到20岁时，父亲染上伤寒，母亲照料丈夫也被传染，2个人先后去世，只留下先生一个儿子。临终前，母亲把家产和儿子的前途都托付给叔父，先生毫无保留地相信这位亲人，把财产交给他管理，自己则按父母的愿望到东京求学。最初几年，一切看上去都很正常，叔父替他照看田地和房产，也常劝他迎娶自己的女儿。先生不喜欢这门婚事，一再拒绝。叔父的态度随之改变，对财产的说明也越来越含糊。先生终于开始查问父母留下的产业。他发现叔父一边说事务繁忙，一边不断回避自己。外面又传出叔父生意曾经失败，近几年却突然恢复，还在城里养着情人。怀疑一旦出现，过去那些亲切的言行全都变了样。2个人最终撕破脸，叔父仍把先生当不懂事的孩子，先生则认定对方侵吞了自己的财产，争执没有带来圆满结果。先生只能接受远低于预期的清算，卖掉故乡的房屋和物品，从此与叔父一家断绝来往。这件事改变了他
他第一次明白，最可信的亲人也可能因为金钱变成另一个人。后来先生曾提醒学生，要趁父亲还在时把财产安排清楚。正是因为他始终忘不了这段经历，更可怕的是，先生发现怀疑一旦扎下根，便不会只停在叔父身上。他开始重新衡量每一个接近自己的人，猜测对方是否另有目的，连善意也要先经过审问，亲近反而更容易引起戒备。也正是从这里开始，回到东京后，先生不愿再住学生宿舍，便在小石川一户人家租下房间。房东太太是一位军人遗孀，和独生女儿住在一起，母女二人待她亲切，家中干净安静，女儿年轻漂亮，也很懂得照顾人。先生很快爱上了房东的女儿，可他已经不敢笃定亲近背后到底有没有算计。有时他觉得房东太太正在有意撮合他们，有时又怀疑母女只是看中了他的财产。女儿对他稍微亲切一些，他便心生希望，母女低声商量几句，他又觉得自己可能正在被设计。他明明想求婚，却始终不敢开口。就在这时，他那位同乡旧友 K 陷入了困境。 K 和先生从少年时代就是朋友，也是东京的大学同学。 K 出身寺院家庭，后来被送给一个医生家庭做养子，养父母希望他学医，他却瞒着他们选择了自己真正感兴趣的学问，一心追求精神上的修行和所谓更高的人生。 K 不是一个容易受人摆布的人，他认为自己认定的道路比家庭安排更重要，即使因此失去生活来源，也不愿改换方向。先生一方面佩服这种强硬，另一方面又知道 K 极端诚实，一旦发现自己的行为违背了信念，就会比普通人更严厉地责罚自己。事情败露以后，养父母停止供给，亲生家庭也不肯重新承担他的生活。 K 靠教书勉强维持学业，身体越来越差，性情也越来越封闭。先生过去曾鼓励他坚持理想，如今看着他陷入困境，觉得自己不能袖手旁观。 K 不愿直接接受金钱，先生便说服房东太太让 K 搬进家里。先生住8张榻榻米的房间， K 住旁边较小的一间，2间屋只隔着拉门。先生还特意拜托房东太太和女儿多和 K 说话，希望温暖的家庭生活能让朋友恢复。 K 刚住进来时沉默寡言，对吃住好坏毫不在意，他总认为身体上的享受会妨碍精神追求。房东母女却没有嫌弃他，慢慢让他融入日常生活。 K 开始在饭桌上开口，也会和女儿说笑。最初先生为朋友的变化感到高兴， K 的脸色好了些，回家以后不再立刻把自己关进房间，有时还会坐在火盆旁听母女闲谈。隔2间房只隔着一道拉门，谁进谁出，谁在低声说话，先生都听得清楚。正因为距离太近，一点普通的笑声也会被他反复猜测。这原本正是先生想看到的变化，可当变化真的出现，他又不安起来。有时他提前回家，会听见 K 房里传出女儿的笑声，有时在街上他会碰见2个人并肩走来。女儿并没有明确表示喜欢 K 也没有当面追求他，可先生已经无法平静。为了暂时把 K 带离这间屋子，他邀请 K 去房总半岛旅行。2个人沿着海岸走了许多天，晒得黝黑，也谈了理想、宗教和人生。先生几次想告诉 K 自己爱上了房东的女儿，话到嘴边又收了回去。他害怕一旦说破，朋友之间原本建立在学问和信仰上的关系就会改变。旅行结束后，他们回到小石川，先生觉得女儿对自己依旧亲切，稍稍放下心，可嫉妒并没有消失。他开始留意 K 什么时候回家，女儿什么时候经过 K 的房门，2个人说了多少句话。越是观察，他越觉得自己正在等待一场无法阻止的事情。终于有一天，房东太太和女儿都不在家， K 走进先生的房间，亲口承认自己爱上了房东的女儿。先生听见这句话，像被人突然从背后击中，他一直担心的事情终于成了事实。可 K 毫无防备，把最隐秘的感情交给了自己。先生没有告诉 K 自己早已爱上同一个人，他只是追问 K 准备怎么办。
K 并没有答案，他的爱情和过去坚持的信条发生冲突，他一直把克制欲望、追求精神进步看得极重，如今却无法压下对一个女人的感情。他既想向前，又想后退，甚至因为这种动摇而瞧不起自己。可以来找先生并不是为了炫耀，他把先生当作最可信的人，希望得到一个公平的判断。先生却在这一刻先把 K 当成了对手，他一面听朋友袒露软弱，一面计算自己还有多少时间，甚至留心 K 是否已经向房东太太或女儿说过同样的话。不久后， K 把先生约到上野散步，冬日的公园空荡寒冷， K 再次询问先生怎样看待自己。他说自己正在迷路，想知道应该前进还是退后。先生本可以把自己的爱说出来，也可以劝朋友坦白面对，可他没有这样做。他抓住了 K 最在意的地方。先生提醒 K， 过去总把精神上的进取挂在嘴边，如今却因为爱情动摇，这和他一贯坚持的道路是否矛盾？ K 请求不要再谈，先生仍然追问，如果只在嘴上停止，心里却停不下来，又算什么觉悟？ K 沉默很久，低声说，觉悟也不是没有。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，先生并不知道。 K 可能想放弃爱情，也可能已经准备采取行动，甚至可能在那一刻想到死亡。可先生只按自己的恐惧去理解，他觉得 K 已经下定决心要抢先向房东的女儿表白。两个人回家后， K 更加沉默，先生却开始寻找机会。大约1周后， K 和女儿都不在家，先生故意留在屋里，直接向房东太太提出求婚。房东太太没有为难他，很快便答应了。她说女儿不会反对，只要先生愿意，这门婚事就能定下。多年渴望的结果突然来到眼前，先生却没有真正轻松。他在东京街头绕了很远，脑子里只想着房东太太是否已经把消息告诉女儿。回到家，他看见 K 人像往常一样坐在书桌前。 K 问他身体是不是好了，有没有去看医生。那一瞬间，先生几乎想跪下道歉，把秘密全部说出。可屋里还有房东母女，他害怕刚刚得到的婚约因此破裂，最终什么也没说。死后几天，先生每天都想找 K 开口，又每天拖延。他为自己准备了许多解释，却没有一种能真正面对朋友。5、6天后，房东太太忽然问他是否已经把婚事告诉 K。 先生说还没有。房东太太责怪他不该瞒着最亲密的朋友，并告诉他自己已经说了。 K 听到消息时只问了一句是吗。房东太太让他也替两个人高兴， K 便露出一点笑意，说了声恭喜，又问婚礼准备在什么时候举行。他甚至说自己没有钱，恐怕送不起贺礼。先生听完，胸口像压上了重物。 K 没有质问，也没有揭穿他，越是平静，越让先生觉得自己在人格上已经输了。他决定第2天一定和 K 谈清楚。可就在那个星期6的夜里， K 自杀了。先生半夜被冷风吹醒，发现2间屋之间的拉门开着，旁边的油灯还暗暗亮着。 K 的被褥被掀到一边，人却俯卧在房中。先生起身走近，才看见 K 已经用小刀割开颈部，身体早已冰冷。桌上放着一封写给先生的短信。先生第一反应竟不是悲痛，而是害怕 K 在信中写出婚约和自己的行为，害怕房东母女看见以后鄙视自己。他急忙拆开，发现 K 只说自己意志薄弱，对前途已经绝望，感谢先生过去的照顾，又托他处理后事，向房东太太道歉，并通知家人。整封信里没有房东女儿的名字，末尾只补了一句，大意是自己本该更早死去，不明白为什么一直活到今天。先生把信重新放回桌上，转身时才看见血迹溅在拉门上。他想做点什么，却又清楚一切都已经来不及，只能在房里不断来回走动，等着天亮。接近清晨，他叫醒房东太太，把2间屋之间的拉门关好，低声告诉她 K 已经自杀。说完以后，先生突然跪下，脱口而出，是我不好，我对不起你们。房东太太并不明白这句话真正指什么，只以为先生因为把 K 带进家中而自责，她反而安慰他说，这种意外谁也没有办法预料。先生没有再解释，也永远失去了向 K 道歉的机会。
医生、警察和 K 的家人随后赶来。外面的人对自杀原因有各种猜测，有人说是学业压力，有人说是家庭纠纷，也有人说是精神出了问题。只有先生知道，在 K 死亡前，他曾经利用朋友最真实的信条压迫他，又瞒着他抢先定下婚约。可 K 究竟因为什么走到最后一步，连先生自己也无法确定。K 被安葬在杂司谷，先生亲自挑选墓石，从此每个月独自去祭拜。那座墓正是多年后学生第一次追问的秘密。原来的房子留下了太沉重的记忆，房东母女和先生很快搬走。2个月后，先生大学毕业，不到半年便和房东的女儿结婚。从这时起，他才成为后来学生认识的静。婚后不久，静提出和丈夫一起去给 K 扫墓，先生无法拒绝，只能陪她去了一次。静在墓前献花合掌，还说 K 若知道2个人已经结婚，一定会替他们高兴。先生站在旁边，心里只反复想着是自己对不起 K。 从那以后，他再也不愿让静同行。表面看，先生终于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生活，静温柔体贴，2个人没有孩子，却一直相互依靠。可先生每次看见妻子，都会想起 K， 竟像一条无法斩断的线，把活着的丈夫和死去的朋友永远连在一起。先生不是从未想过坦白，有时静追问得急，他几乎已经准备把 K 的事情说出来，可一看到妻子毫无防备的神情，又停住了。他担心静从此怀疑丈夫当年的爱情，也担心他会把 K 的死全部归到自己身上，于是每一次沉默都保护了静眼前的生活，却让2个人之间的距离更深。静不知道婚约背后的秘密，她只知道 K 死后先生的性情逐渐改变。先生越沉默，她越以为丈夫对自己不满，她哭着问自己究竟哪里不好，先生却只能说错在自己。把真相告诉静，意味着让她知道自己的幸福曾经建立在朋友的绝望旁边。先生不忍心说，也没有勇气说，他曾经戒酒逃避，后来连酒也戒掉了。他整天读书，却不再打算用所学做任何事情。房东太太病重时，他尽力照料，像是在为过去补偿。老人去世以后，家里只剩先生和静。静说，从此世上能够依靠的只有丈夫一个人。先生听了流下眼泪，因为他连自己都不敢依靠。这些年里，先生反复思考 K 的死。起初他以为 K 只是因为失恋，后来又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。K 同时失去了家庭、生活依靠和长期坚持的方向，也可能早已陷入无人理解的孤独。越想下去，先生越害怕，因为他发现自己也在走同一条路。他觉得人心里藏着一种无法摆脱的罪，正是这种感觉让他每月扫墓，让他尽力照顾静，也让他认为自己没有资格在社会上有所作为。死亡的念头一次次出现，可想到静会被独自留下，他又决定把自己当成已经死去的人，继续活着。先生就这样过了许多年，外人看见的是一个清闲、安静、衣食无忧的读书人，静看见的是一个爱他却无法靠近的丈夫。只有先生自己知道，平静生活下面始终压着 K 的那一页。直到明治天皇去世，先生突然觉得自己所属的时代也结束了。他把这种感受告诉静，静半开玩笑地说，那你干脆为明治殉死好了。先生当时也笑着回答，真要殉死，便为明治的精神殉死。1个月后，明治天皇举行大丧。那天晚上，先生坐在书房里，听见远处传来的礼炮，随后号外送到。他得知乃木希典和妻子一同自尽。先生读到乃木留下的文字，知道乃木自西南战争失去军旗以后，35年来一直想着以死谢罪。他不由得计算，一个人明知自己想死，却仍然活过35年，究竟是漫长的等待更痛苦，还是最后动手的一瞬间更痛苦？2、3天后，先生做出了自己的决定。乃木的死亡并不是他寻死的唯一原因，只是把积压多年的罪疚、孤独和自我惩罚推到了最后一步。他原本想把学生叫到东京，当面履行承诺，所以发出第1封电报。知道学生必须守在父亲身边以后，他又发出第2封电报，
让学生不必再来。随后，趁劲到市谷照顾生病的亲戚。先生独自在家，用10多天写完了这封长信。先生选择这个学生，并不是因为学生已经成熟到能够替他判断，而是因为学生曾经毫无保留地相信他。先生一生都在怀疑别人，临死前却想把真相交给一个还没有被同样的怀疑吞没的人。这也是他迟迟没有动手，而先花10多天写信的原因。信的最后，先生告诉学生，自己会把静留在世上。静不必为一时发愁，可一定会承受突如其来的打击。先生不准备让他看见血，也不愿让他知道真实原因。他希望静以为丈夫只是突然死亡，哪怕认为他精神失常，也比知道 K 和婚约的秘密更好。先生把过去交给学生，是想让这段经历成为另一个年轻人认识人心的材料。但他提出了最后一个请求，只要静还活着，就不要把真相告诉他。他希望妻子关于青春、婚姻和 K 的记忆永远保持原来的样子。长信写到这里结束了。此时，年轻学生仍坐在驶向东京的3等车厢里，身后是尚未咽气的父亲，前方是已经决定离开人世的先生。他一路读完了先生不肯亲口讲出的过去，却还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赶到先生身边。先生后来确实去世了，可他怎样离开？学生抵达东京时看见了什么？乡下的父亲是否等到儿子回来？静后来又怎样生活？故事都没有继续写下去，最后留下的只有奔驰的列车，学生手中厚重的长信，以及先生要求他独自守住的秘密。感谢收看这一期的节目，如果您觉得视频不错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，支持一下。我们下期再见。